如果说夏天一定有一种味道，那大概就是阳光晒过树叶之后的清香，再加上一点水果成熟时自然散发出来的甜味。而最近一段充满夏日氛围感的分享，让不少网友突然把目光放到了谭松韵身上。没有华丽的红毯，没有精心准备的舞台，也没有聚光灯下的完美造型，只有安静的山，缓缓流淌的水，还有一个穿梭在自然之间的漂亮女孩。更特别的是，在结束一天的工作之后，她选择和朋友一起出来走走，一路吹吹风，看看风景，聊聊天。然后一个非常生活化的小插曲出现了，他们偶然遇到了一棵挂满果实的龙眼树，空气里是夏天特有的甜香。就是这样一个看起来再普通不过的瞬间，却让人突然觉得，原来明星的生活也可以如此真实，如此松弛。而这也正是谭松韵身上最特别的地方，她明明已经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演员，却总能给人一种没有距离感的感觉。就像那个会在下班以后和朋友随便走走的人，不需要刻意制造话题，也不需要时时刻刻证明自己是谁，他只是站在那里，就已经拥有一种很舒服的生活气息。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场山水之间的夏日漫步。为什么只是一个简单的散步，一棵龙眼树，几缕夏日气息，却能让网友产生这么强烈的代入感？更重要的是，为什么谭松韵越来越让人觉得她真正吸引人的地方根本不只是外貌？第一眼是漂亮，第二眼是松弛，第三眼才发现这种自然感才是她最珍贵的魅力。想象一下这样的画面，远处是连绵的山，旁边是不断流动的水，没有城市里密集的车流，也没有工作现场紧张的节奏。一个忙碌了一天的人，终于暂时把演员这个身份放在了一边。他和朋友慢慢走着，偶尔说说话，偶尔看看周围的风景。这样的时刻其实非常简单，但越是简单，越容易让人感受到真实。尤其是对于长期生活在聚光灯下的演员来说，这种没有任务、没有镜头要求的时间，反而显得格外珍贵。因为平时的演员生活是什么样的？赶通告、拍戏、背台词、化妆、换造型，每天面对不同的场景、不同的人物、不同的工作安排。即使镜头里的他看起来永远精神饱满，现实中的疲惫却不会因为镜头停止。所以，当一个演员结束工作之后，不再急着去下一个地方，而是愿意慢下来，走进山水之间，和朋友一起享受片刻宁静，这种反差本身就很有感染力。这不是轰轰烈烈的大事件，甚至算不上什么娱乐圈新闻，但恰恰因为没有那么多戏剧化元素，才让人觉得真实。而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那棵突然出现的龙眼树。夏天的龙眼可能是很多人童年记忆里非常熟悉的味道，树叶之间藏着一串串果实，阳光落下来，空气里都是属于盛夏的气息。对于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来说，可能已经很久没有认真观察一棵果树，但当你突然在旅行或者散步途中遇到它，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你会停下来，会觉得惊喜，甚至会忍不住和身边的人分享。这就是所谓的生活感。而谭松韵给人的感觉也恰恰是这种生活感。她不是那种必须把每一刻都包装得非常精致的人，她可以漂亮，但不一定要时刻精致。她可以是演员，但也可以只是一个在夏天散步，闻到水果香气就觉得开心的普通女孩。这种状态对于观众来说非常容易产生亲近感，因为大家喜欢的从来不只是一个屏幕上的明星，大家也会喜欢明星身上那些属于普通人的瞬间，比如下班之后想出去透透气，比如和朋友聊一些没有意义的小事，比如走累了就慢下来，比如看到一棵果树会突然感叹一句，原来夏天真的来了。这些细节看起来不起眼，却比很多刻意设计出来的内容更容易打动人，因为它没有距离。而说到谭松韵，很多观众对她最深的印象也一直是这种自然不做作的气质。她的脸庞带着一种非常特别的亲和力，不是咄咄逼人的精致，也不是刻意营造的高冷，而是一种让人第一眼就觉得舒服的感觉。所以她无论出现在现代剧、古装剧，还是轻松日常的生活场景里，都很容易让观众产生代入感。这种能力其实非常难得，
因为娱乐圈从来不缺漂亮的人，真正难的是让观众觉得你像一个真实存在于生活中的人。而谭松韵似乎一直拥有这种能力，她可以演角色，也可以回到自己，可以在镜头前表现出人物的情绪，也可以在镜头之外安安静静地享受属于自己的时间。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很多人看到这种山水之间的画面时会觉得特别治愈，它甚至让人产生一种错觉，如果不是知道她是一位演员，可能真的会觉得她只是一个结束工作之后和朋友出来散步的女孩，没有喧闹，没有压力，没有必须完成的任务，只有山水、朋友，还有夏天。而这种氛围也让人重新理解了所谓的明星感。真正高级的明星感，有时候并不是站在最耀眼的位置，反而是当一个人不需要刻意表现的时候，依然能够让人忍不住关注。谭松韵就是这样，她不需要一直制造所谓的高光时刻，因为她的魅力本身就藏在这些很小的瞬间里。当然，也正因为这种生活化的状态，网友们很容易从她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谁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忙完一整天之后，只想离开工作环境，找几个熟悉的朋友，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吹吹风，走一走，看到好看的风景就停下来拍一张照片，看到成熟的水果就突然想起小时候的夏天。这种快乐不昂贵也不复杂，甚至不需要特别计划，但它恰恰是成年人生活里最难得的快乐。因为我们长大以后越来越习惯赶时间、赶工作、赶行程、赶生活，却很少真正停下来。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演员愿意把时间交给自然的时候，才会突然意识到慢下来其实也是一种能力。而这可能正是这次夏日散步最打动人的地方，不是因为发生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而是因为没有发生什么，没有冲突，没有狗血，没有夸张剧情，只有一个普通的夏日下午，一片山水，一棵龙眼树，还有几个朋友。但就是这样简单的组合，却让人感受到一种久违的轻松。这也是最喜欢的娱乐故事。我们真正想看的，从来不只是明星的热搜，有时候一个明星最真实的生活片段，反而比所谓的大新闻更有温度。而谭松韵给人的感觉也一直如此，她似乎并不急着证明自己，她更像是在自己的节奏里一步一步走下去，拍好自己的戏，认真面对自己的生活。有工作的时候投入工作，有休息的时候就好好休息。这种节奏感可能就是他能够长期保持观众缘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观众其实非常敏感，一个人是在表演松弛，还是发自内心的松弛，很多时候一眼就能看出来。而当山风吹过，流水经过，树上的果实散发出夏日香气的时候，那种不需要刻意制造的自然感，反而最容易留下印象。所以，如果一定要给这次经历一个关键词，我想应该是2个字：治愈。它治愈的不是某一个人，而是所有看见这一幕之后，突然想起自己也应该偶尔停下来的人。也许我们不一定有机会去山里散步，也不一定能遇见一棵挂满龙眼的果树，但我们可以在忙碌的一天结束之后，给自己10分钟，不看工作消息，不刷复杂的新闻，不急着赶下一件事情，只是出去走走，看看天空，吹吹风，和朋友聊聊天。因为生活真正值得记住的，往往不是那些被精心安排好的瞬间，而是那些完全没有预告，却突然让你觉得幸福的时刻。就像盛夏里的一阵风，就像山间的一条流水，就像偶然遇见的一棵果树，也像一个结束工作之后终于放松下来的演员。这或许就是谭松韵身上最让人喜欢的地方，她可以拥有明星的光环，却依然保留普通生活的温度。她可以站在聚光灯下，也可以回到山水之间。而当所有喧嚣都慢慢安静下来之后，我们看到的可能才是最真实、最舒服的她。如果这样的夏天有声音，我想应该是流水声；如果这样的夏天有味道，那一定是龙眼成熟时的甜香；如果这样的夏天需要一个画面，那么谭松韵和朋友们在山水之间慢慢走过的这一幕，大概就是最好的答案。你喜欢这种自然松弛感的谭松韵吗？
如果让你选择，你更喜欢明星在红毯上的精致